大家好，我是摄影师小戴。那我今天邀请到我们之后讲座会一起合作的 Jenny， 然后她是职涯咨询师。那我也是很好奇她的职业和工作，然后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这样子。那今天她也来我的工作室拍摄形象照，所以我觉得我们或许有很多的有趣的话题可以讨论这样。对，没错。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好啊，那我自己本身就是现在是在全职做职涯咨询，也可以说是人生教练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目前大概做了1年半左右。那做这件事情的最大的初衷是希望把大家放在适合的位置上面。哦，那这样子问会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所以如果我朋友有工作，就是想要找职缺，可以来找你吗？找职缺吗？如果他是单纯想要换工作，然后他也非常的明确，就只是想要被内推的话，那我会很推荐他去找猎人头。哦，所以这个跟猎人头是不一样的哦。基本上我觉得它还是有它的差别。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猎人头它比较像是说，我看到你的履历了，我觉得你有一些关键字跟这个职缺很符合。所以我就把你推过去，我可以从中呢获得一些就是抽佣，对，没错，就是抽佣嘛。那当然一定是互惠啊，就是这是三赢的一个局面，就是公司自己还有这个客户嘛。对。那职涯咨询师是站在什么角度呢？我觉得他比较站在劳方的这个角度，就是讲个人客户的部分，因为有时候大家不是那么的明确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更需要先挖掘他在哪个地方有渴望，而他现在的迷茫是什么。哦，听起来就是好像很多人，比如说像我以前可能我其实一开始是做设计的，那我可能想要做摄影，我搞不清楚，就是我对摄影有兴趣，可是我会对这个工作很害怕，说我到底适不适合，就是会在就是因为我是自己摸索的嘛，所以感觉就是花很多时间去就是跟这个社会碰撞，所以就会觉得那个状况其实蛮不舒服。对，那也不知道说之前原来有这样的职业，或许那时候有找你的话，那其实我或许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状态，就是从设计跳到摄影，当然它一定有一些共通点，我相信，因为你在构图的时候，它一定也跟设计非常有关系。对。但是当你要跳出来的时候，这个社会会有一些声音，这个声音不一定是友善的，这个声音很多是说你做好的，你为什么要跳出来？你薪水这么好，为什么想跳出来？所以当你听到这么多的声音的时候，你心会飘。心飘的时候，你没办法定下来。很多时候，很多人第一步就被卡在这里。就是像我一开始做设计，要准备转职做摄影的时候，我的家人就很反对，因为他觉得设计是一份工作，摄影不是。他们对这些就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时候，那我也会自我否定自己，好像觉得说自己不值得做这些工作。所以你刚刚提到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职涯不一定只有我们来做主，这是一个社会的框架，这是一个家人的期待，这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应该要这么做，甚至是刚刚提到的，也许他们会说摄影不是一个工作，对，他摄影没办法赚到钱，对，没有办法赚到钱，然后反而很辛苦什么的。可是事实上，很多工作都很辛苦嘛，但就是我觉得要找到自己的热爱，你就不会觉得辛苦，对不对？我觉得找到热爱不会辛苦这件事情，它要看情况啊。应该是说你能不能喜欢它，也接受它会有辛苦的那一面。那这样的话，我就会觉得这就会是你的热忱跟天赋的所在。它不一定说每一天都带给你快乐，但当它比较痛苦，或者是比较需要去累积自己的名声，它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你能不能稳住你的心，去等待这些机会的来临，然后在适合的情况去展现自己，然后在这一个社会当中站稳脚步。那就像我之前其实是念设计系嘛，那可能我念高职、大学都是念设计，那可是我直到毕业，大概毕业2年后才决定说我真的要从事摄影这条路。那时候也是会很担心说，这样子我是不是如果要从事设计的话，那我是不是之前这8年甚至10几年的
学习都白费了，这时候就是真的蛮焦虑的。那如果你遇到这样子的人，会怎么样跟他有些建议呢？其实这是蛮多人会遇到的困难，特别是你怎么样放弃过往的专业。但是我也想要请大家来思考一件事情哦，就是说这个放弃是真的放弃吗？它是真的归零吗？这个设计我不从事这个头衔叫设计师，我就不能拥有设计的思维吗？对，这样讲好像，因为其实像拍摄也是会运用到设计的一些构图啊之类的。可能那时候我在迷茫的时候，我会一直很焦虑，就是会觉得那家人的期待啊什么的，好像就是会放弃，然后我要重新投入那么多的时间、金钱在一个新的领域上面。像我有些朋友，他原本是念设计，他投入就是临时决定说，也不是临时，他可能深思熟虑决定要投入餐饮，然后变成甜点师什么的。那同时，他可能跟一般的人，可能那些可能念高职的餐饮科，然后呢餐饮大学的人，那是不是有就是他的起步点比较晚？那就是会有这种担心，想说，那我是不是又要花了5年8年，然后就是在这个工作上面，就是投资，类似这样，会有一些。就是会有一些顾虑这样。所以这个顾虑我要怎么样子透过诠释或者透过不同的角色所谓的剧本的转换去看待这件事情，就像刚刚说的，什么是剧本的转换啊，或是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思维啊？我觉得先以思维来说好了，思维的话就像刚刚说的，我们的放弃是真的把这个专业抛开吗？还是说这个专业它其实转化成另外一个能力？就像你刚刚说的朋友，他之后往餐饮，他之后往甜点，他难道就没有再把他的设计这些思维放在这上面吗？基本上这件事情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就是我的放弃是真的放弃，我的回到原点是真的回到原点吗？其实有时候它并不然，就是看起来好像是回到原点，看起来是新的职业，那个是我们以职业的单一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确实会是这样。但当我们把它变成可转移能力的时候，你的这样子的设计的思维，你有这样子的艺术的能力，你在哪里都会是加分的。好，来哦，3、2、1 ，Action！那我好奇，那你是不是同时也有这样子的迷茫过？就是可能一开始你做 HR 或是HR 相关的领域的时候过得好好的，那突然是有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会想要转到职涯咨询这一块？那你有没有碰到有一些亲友啊之类的体验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问题。先回到怎么样子做这样子的转折，基本上应该是说我在读人资所的时候发现，职涯规划这件事情其实是在人力发展的最后一块。但人资所基本上教授不会说太多，因为我们毕竟是人资所嘛。但是他提到了，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最后一步或最后一里路，我们怎么样子去铺陈？所以我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就先去做研究。所以等于说是双管齐下啊，就是在当 HR 的时候，也不断的去进修关于对话、关于教练、关于咨询师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或者是内容，它应该要成为什么样子的角色或样貌，才能够符合这样子的职涯定位。那一个最大的点会想要从 HR 到职涯咨询师，最重要的是角色的转换。因为在公司，你当 in-house HR， 很多时候你是去找到唯一那一个最适合公司的那个职位，就有点像是帮老板选人，然后可是你可能选的人是你讨厌的人，是不是？老板就说这个比较便宜啊，就是他的要求比较低，就选他。可是你就觉得靠，这个人那么讨厌，你为什么要选他？就是这样吗？我觉得你也没有说真的完全错啊，老实说，因为基本上一定有大家的期待嘛。就像人选他对公司有期待，我们对人选也会有期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拿到100份的履历，最后我只能选一个，那其他99个人就真的不适合吗？或者是他虽然不适合这件事情，那他有没有更适合他的角色？就是你的感觉，就是你是公司里面的媒婆，然后你就觉得
这就是公司就是决定，然后我就选这个人要嫁了，然后可是其他人就觉得啊，这些人都筛选掉，他也很可惜，他也很优他可以找到适合的对象，类似这样吗？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反过来说，那99个人，我有没有机会帮他们找到更适合的工作、更适合的职涯定位？难道他们这样被筛选掉了之后，他们就当然他们可能不适合这间公司，或者没有这么适合现在目前的状态，但是他怎么样子去挖掘自己的优势，去走出他那一条路，我觉得是我想做的事情。那还有很多人可以当 HR， 还有很多人可以当招募啊，我相信他们也可以做得比我更好。那我想要成为这样的职涯咨询师，不只是单单的去让他们找到自己适合的定位，更多的是他们在背后怎么样去探索自己的人生，真的喜欢自己的人生，然后觉得不枉此行，不枉此生，就是对人家说正面的生无可是生无可恋吗？应该不是这样讲，应该就是不虚此生，对不对？我觉得不虚此生蛮重要，这也是我的人生的哲学。就大家都会讲过一个情境嘛，就是说，当你死了之后，你觉得你最后悔是什么？基本上应该不会有人提到工作。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最后一定不会提到工作，但是我们怎么样子就是我们不会提到说我哪件事情没有做。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哪一件工作没有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很可惜。通常不会在死掉前讲这种东西。靠，我没有当上什么这吧吧，然后我觉得很可惜。这样对，基本上你听不到这样，你通常会说我跟谁的相处可能太少了，然后或者是对不起谁谁谁等等等，都会是跟人比较有关系。那如果我们以这样的角色去看待这个人生的话，等于说我们怎么样去实现自我，去满足自己的渴望，然后进而展现成动机，就像小戴一样，从设计到摄影，这就是走在自己的一条天赋的路上啊。如果你在做个5年6年的设计，我们再回头去思考这件事情，可能屁股会越来越大。现在有点大了，现在可能会，如果没有转行的话，可能真的会更大。对啊，而且你可能会觉得那5、6年我在干嘛，都有可能。所以呢，这些都是可能性。我们怎么样子让自己更接近自己的天赋？其实有时候你需要一臂之力。那这一臂之力的来源，有可能就会是职涯咨询师。那就是我很好奇，就是那你可能你做的也是一段时间了嘛？那对你来说，你可以持续的动力是什么？然后，可能会有些人会把很多的HR 然后招募啊、和顾问和你咨询的工作搞混，或是直接跟你要工作之类的。那你怎么样保持你的动力？这样子。先回到就是大家会搞混，其实我也觉得大家搞混也是很正常的。有人说有3姑娘，我说你原来你做这个吗？那我那个儿子的小孩什么的，你可不可以帮我找工作？你有遇过这个吗？或是有没有礼貌的网友说职涯咨询 HR， 那我直接问你有没有工作，类似这样。有啊，特别是在 LinkedIn 上，他们可能就会直接把履历丢给我说，这是我的履历，然后就是看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工作。我就心里想说，不好意思，我是职涯咨询师，不是猎头，因为猎头会帮你媒合嘛，但是职涯咨询师更多是往下一步，你的内心走，你的价值观走，你的渴望走，我觉得它的方向还是蛮不一样的。所以这一些搞笑的这样子的乌龙事件还是蛮多的。但其实我也蛮庆幸，或者是蛮开心，是说，因为职涯咨询师在台湾的市场还没有所谓的没有被打开，一个没有被打开，第二个是它还没有真的被定位，所以基本上等于说我还有很多可以去尝试的地方，我可以去走出自己一条路。所以看你怎么样看待这一个想法咯，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一个蓝海的市场，那你就可以试着在这个蓝海市场去探索。但有人会觉得蓝海市场它是一个非常未知的一个世界，他会很怕说我踏进去之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需求。那我也可以很肯定的说，其实台湾是有这个需求的，但怎么样子去让大家更了解职涯咨询这件事情是需要一直被推广的。那也很开心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去更多的厘清，其实基本上还有很多的面上可以谈，但因为基于就是时间嘛，对，所以我们就长话短说。那最后也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持续有这个动力做这件事情，其实是要多亏每一个来找我的客户。对，然后我看到你这个 LinkedIn 上，每个人都给你5星好评，然后都写的，就是感觉好像是
就是很感谢你这样子。我觉得从这一些回馈当中可以感受得到，哦，我这一场对话会是有效的，对他们来说是有帮助的。那当然，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说，职涯咨询它可能是每隔一些时间，你可能就会需要做一次。那这些都是不断的定锚跟不断的定位，就像现在的市场一直变化那么快速，AI 出现，然后怎么什么崛起，其实真的会有一种你知道恐慌啊，比如说可能原本会计师，然后觉得说我就是大概懂就好，可是有些 GPT 直接导入，是不是我就会失业了？类似这样。所以一定会有这一些所谓的担忧或者是学习的焦虑。那其实我的定位也是去安定人心，更多的是先回到为什么我想做。就是大家有听过那个黄金圈，它叫 Golden Circle。那中间叫为什么，接下来是 how， 接下来是 what， 所以 what 都是最后才去思考的，先想到为什么。好像台湾人都会反着做，对不对？先从 what， 再做 how， 然后再想 why， 然后 why，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在不同的，应该说这个 Golden Circle 你要用在哪里都非常适用，特别是你在职涯的时候，你想要走下一步，你要先问 why， 为什么？为什么是这一个？那如果你可以有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原因去支持它的话，那我相信你在这条路上，你不会被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兴起崛起而焦虑。路上小石头，你是我的花朵，对，没有你的花朵就会慢慢的绽放，不会有一些小石头在旁边那边阻碍你，对不对？对，就是有点这样说，虽然有小石头，但是你不会因为这些小石头而去停下来，你会知道说，哦，我这条路就是往这边，虽然旁边声音就是闹哄哄很喧闹，但是这一些其实都不会影响到你内心那坚定的那一个你。这个是我觉得在做职涯咨询最大的收获跟肯定。今天很高兴能够跟Ginny聊很多关于职涯咨询，然后跟工作还有自己人生目标的一些543。那之后如果有任何的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找他。那我们就下次见喽！下次见，拜拜。